在这次的俄乌战争中，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可谓是大放异彩，已经多次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了。但是战果累累的 TB2 在土耳其国内呢，却已是明日黄花。一款超音速隐身无人机新星正在冉冉升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款土耳其的无人机新秀——红苹果超音速无人战斗机。作为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土耳其呢对无人机系统有着极高的重视。早在21世纪初期，土耳其就曾经多次尝试从其他国家购买武装无人机。在2005年的时候，土耳其和以色列签署了价值1.9亿美元的合同，以购买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但是项目呢进展并不顺利，以色列是一再推迟交付无人机的时间。于是土耳其又转头找上了美国，希望能够购买 MQ9 无人机，但是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在接连受挫的情况下，土耳其也是不得不走上了自研武装无人机的道路。在今年的俄乌战争中，土耳其所生产的 TB2 无人机已经让俄制武器吃了些亏。如今土耳其再次亮出了一款全新的飞机，那就是由土耳其拜卡尔公司生产制造的红苹果，已经在航展上进行了亮相。这里呢，大兵给各位小小科普一下这款无人机名字的由来。红苹果在土耳其语中有多重含义，除了这个红苹果外呢，还有目标、远景和梦想的意思。这款无人机也代表了土耳其对未来的期望。尽管土耳其航空工业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但是如今的土耳其却已经在无人机领域探索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根据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通讯社等媒体的报道，该机是拜卡公司在袭击者察打一体无人机研制中获得的经验，专门为土耳其空军未来需求而研发的。该型机定位为单发喷气式超音速隐身无人机，原计划配装土耳其与乌克兰合作开发的 AI-25TLT 型涡扇发动机，具备短跑道起降能力，可以在航母上起降。该机具有体积大、航速高、智能化等优点。在性能方面，红苹果无人机借鉴了高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的研制经验，同时重视对作战性能的开发，使得该型无人机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它采用无垂尾混合机翼设计，其设计符合现代隐形飞机的设计。进气口位于机身的两侧，武器弹仓为内埋式，其雷达散射截面积经过优化设计被大大降低。当然，作为土耳其首款采用涡轮扇喷气发动机的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的纸面数据非常优异。根据土耳其方面表示，该无人机将安装乌克兰的 AI-322F 发动机，该发动机的最大加力推力4200公斤，不加力最大推力2500公斤，使其飞行速度可以达到 0.8 马赫。而且由于它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使其具备超视距数据链能力，打个空战是完全不在话下。在携带射程超过240公里的 SOMG 巡航导弹的时候，可以对防区外目标进行打击。同时，该机呢还采用了全权限数字式电子控制系统，操纵性和稳定性都非常优异。此外，土耳其的拜卡尔技术公司还宣称，该型无人机配备有人工智能和卫星通讯控制系统，具有卫星操纵、自动控制多种操作模式。那么，这款无人机能够像美国研发的中程僚机那样辅助土耳其的其他飞机进行作战吗？大兵认为，如果仅仅是作为中程僚机的话，对红苹果无人机有些大材小用了。毕竟土耳其在研发这款无人机时呢，就已经考虑到让这款无人机在无人驾驶的前提下独自进行战斗。为此，拜卡尔技术公司正在进一步提升红苹果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使之能够更加精确化和智能化。而研发这款无人机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让土耳其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具备强大的空对地打击能力。同时，该公司还表示，由于自主化设计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红苹果无人机可与有人驾驶战机组成编队，共同执行作战任务，满足土耳其军方的中程僚机设想。目前，红苹果已经多次展示了全尺寸样机，并且第一架原型机就已经开工制造了。按照土耳其的计划，该无人机可以携带 1.5 吨有效载荷，可以挂载土耳其国产制导弹药，包括空导弹、空地导弹、巡航导弹和智能遥控炸弹等等，具备短跑道起降能力，能在航母上起降，在500海里处的站位执行时间为3小时，并且它还十分全能，可以执行多种任务，其中包括战略攻击、导弹攻击、压制防空系统等等，预计将在2023年底首飞。
按照土耳其官方的计划，它将被配备在阿纳多卢号两栖攻击舰上，成为全球首个超音速隐身舰载无人机。而且在上舰成熟之后呢，还可以改为有人驾驶战机，同时实测自己对隐身战机的设计能力。如果成功，该战机的研发还能够对 TFX 5代机计划有着一定的帮助。不仅解决了其攻击舰缺乏制空能力这一缺点，还打算通过红苹果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未来，如果红苹果能在实战当中证明自己的力量，确保其两栖登陆舰编队不受他国战斗机的侵扰，那么土耳其也能够将这款无人机用在本国的领空守护之上。要知道，如今的土耳其本身呢，并不具备普通战斗机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如果红苹果能够承担作为空优战斗机的绝大部分功能，那将意味着他们能够在确保自己能够掌握周边中小国家制空权的同时，降低守卫本国有人机部队所需要承受的各种负荷。这样一想呢，就难怪土耳其会将大量的精力集中在这款新式无人战斗机的研发上了。同时，大兵还认为，类似红苹果这样的无人机将在未来战场上有很大作用。相较于传统的无人机，具备隐身能力和一定空战能力的无人机，也将进一步刺激军用无人机发展。总的来说呢，作为中东强国，土耳其的无人机实力是不容小觑的。而如今，随着技术进一步深化发展，土耳其正继续巩固其无人机出口大国的地位，以实战战绩为招牌来促进销售，争取实现弯道超车。不过，该无人机能否按期亮相还是一个未知数。根据土耳其方面表示，该无人机将安装乌克兰的 AI-322F 发动机。作为国际上一款性能十分优异的发动机，它的操纵性和稳定性都非常优异。在安装了这款发动机后，可以让这款无人机达到超音速的指标。但是由于如今俄乌战争的原因，导致乌克兰无力再为土耳其提供发动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能否搞出全球首款超音速隐身舰载无人战斗机还仍不清楚。而值得注意的是，红苹果有望搭载在阿纳多卢号两栖攻击舰上，使其成为无人机航母。这款舰船呢，虽然说是航母，但实际和两栖攻击舰相比，也就多了个滑跃甲板。它的原型是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号战略投送舰，与澳大利亚的2艘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是姊妹舰。它的排水量为28000吨，性能呢是丝毫不逊色于日本的出云号。但是这个阿纳多卢号却有着一段曲折的历史啊！这艘舰船从2019年5月8号在伊斯坦布尔的塞代夫造船厂下水之后呢，就一直处于半停工状态，直到3年后呢，最近才开始试航。而导致它进度如此缓慢的原因，还是因为土耳其买 S-400这件事闹的。原本该舰的舰载机预定的是美国的 F-35B，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导致那煮熟的 F-35B 飞走了，而舰载机又堪称是它成为航母的灵魂。如今灵魂被抽走了，自然要想想别的办法。作为北约第2大常设军队的国家，土耳其的军队规模仅次于美军。除了有63万的正规军，还有5个超过100万人的军警人员分支，因此该国也被认为是中东地区最强军事国家。那身为中东地区有名的老大哥，自家航母上连个飞机都没有，那岂不是让人笑话？于是土耳其心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直接用无人机来上舰。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红苹果，也正是其专门为这点来设计的。不过在最初的时候，土耳其其实呢是想过让有人驾驶的 Hornet 教练机上舰的，但即使是教练机，在航母上起降也是需要有很多硬件支持的，比如说拦阻索，这不是目前土耳其能够研制的，因此呢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准备搞一个无人机航母。而这几次在战争中大出风头的 TB2 自然成为了首选对象。为了留出更大的空间，土耳其还对该无人机进行了改装，使其机翼可以折叠，也就是后来的 TB3。它上舰后呢，将主要被用于侦察和打击任务。但是即便是 TB3 想要从阿纳多卢号的滑跃甲板上起飞，也需要外力的帮助。毕竟 TB3 无人机的体积要比 TB2 大了很多，因此为了让 TB3 顺利起飞，阿纳多卢号除了采用滑跃甲板，还在舰首增加了一个绞盘。每当 TB3 起飞的时候，绞盘就会高速转动，用牵引索拉着 TB3 加速，它就像是一个大号的弹弓，用来弹射舰载机。
然而 TB3 上舰呢，也只是第一步，如今即将服役的红苹果无人机才是土耳其航母上的主力。但是由于这种飞机的重量要比 TB3 型无人机还大，使得土耳其目前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啊，那就是没有拦阻索。要在3万吨以下的战舰上安装拦阻索的难度是非常高的，而阿纳多卢号改成无人机航母，土耳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这个办法是否能够成功，目前呢还不得而知。而且由于土耳其的这2款无人机都是可以折叠机翼的，因此使得这艘无人机航母的携带数量也可以更多，并且相较于无人机航母这个称呼，大兵还更是愿意认为阿纳多卢号最多只是一艘配备无人机的2栖攻击舰。毕竟想要发挥出航母的作用，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让无人机上舰就行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海陆空全面体系的建设，因此大兵才会认为土耳其的无人机航母还有些任重道远。当然，如果只是在地中海附近争霸的话，土耳其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直接让 T-129武装直升机上舰。它在短距离内的火力投送能力，那不比战机小多少，在地中海这个地方也是够用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于土耳其的这2款武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